如果你觉得上半年诸事不顺，身体沉重，请注意，一年中阳气最旺、能量最强的转运黄金期已经到了。你准备好接住这波天降的福气了吗？大家仔细回想一下，过去这半年是不是总觉得事情卡卡的，身体也时常感到沉重乏力？从修行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因为你体内的浊气与执念已经累积到了必须清理的临界点。现在的三伏天，尤其是大暑，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纯阳时刻。老天爷要借大自然的天火，帮我们把你体内的阴霾彻底逼出体外。这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借天火烧业障。在这个节气，如果你能静下心修行、念经或做些微小的善事，转运效果绝对是平时的好几倍。这可是事半功倍的修行黄金期。既然这股天火如此珍贵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接住它？因此，今天的内容非常关键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接下来，我将揭晓大暑必做的3件转运秘诀，以及绝对不能踩的3大漏符禁忌。只要跟着做，就能借纯阳之火烧退贪嗔痴，彻底翻转上半年的不顺，把好福气存进骨子里，让下半年平安自在。准备好了吗？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要改变命运的轨迹，首先得从我们这个肉身道场开始修起。这届天火转运的第一招，就是顺天时晒背采日经，把福报存进骨子里。佛家常讲4个字，身心一如。身体和心灵从来都不是分开的，它们是一体两面，互相牵引的。你的身体如果出了状况，气脉不通畅，体内业气过重，整个人就会显得无精打采。你仔细观察一下周遭，凡是那些常年情绪低落、手脚冰冷的人，往往思维容易钻牛角尖。这在我们修行人看来，就是磁场转弱，阴气过重。一个磁场低迷的人，哪怕好运和贵人明明已经走到门口了，他也接不住。现代人夏天最喜欢做什么？躲在冷气房里吹冷风，大口大口地喝着冰水。大家觉得这样很舒服，很享受。但从能量运作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在逆天而行。大暑时节，大自然的阳气全数向外发散，我们人体的阳气也跟着浮于体表。这也意味着，此时你的身体内部其实正处于一年之中最虚寒的状态。你把冰凉的东西往肚子灌，冷风对着骨缝里吹，这叫寒邪入体。寒气一旦在体内扎了根，就会变成阻碍你运势流转的淤堵。所以，大暑转运的第一步就是顺应天时，去晒背采日经，把天地间最纯粹的正能量一点一滴地存进你的骨子里。这不是什么迷信，这是蕴含着深厚佛理与道法自然智慧的养生修行。人的脊背在佛家修行中被称为支撑我们灵性与愿力的轴心，主管着全身上下的清明之气。当你把背部交给太阳，让阳光直射在你的背上，那就是在用宇宙的纯阳之火点燃你体内的生命之火，把累积了一整年的阴霾、病气、怨气通通逼出体外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位文兵阿伯的故事。文兵阿伯今年65岁，前阵子刚从工厂主管的位子上退下来。这人一退休啊，要是心里没个寄托，很容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文兵阿伯就是这样，刚退休的头半年，他失去了生活重心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，不再被这个社会需要了。那年夏天特别热，文兵阿伯整天把自己关在那个拉上窗帘、没开灯的房间里，冷气开到最强，整天盯着电视发呆。他不爱出门，也不跟人讲话，老伴叫他吃饭，他还嫌人家啰嗦，
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时间一长，他不仅膝盖关节开始酸痛，整个人更是笼罩在一股灰暗暴躁的气场里。家里的孩子都怕他，能躲就躲，整个家庭的氛围降到了冰点。后来，文彬阿伯的一位老同乡实在看不下去，硬是把他拉到了公园，对他说：“你这哪是避暑，你这是在把自己往阴暗的死胡同里逼。明天早上7点，你给我出来晒太阳。”一开始，文彬阿伯心里千百个不愿意，觉得大热天的去晒太阳简直是找罪受，但他还是半信半疑的去了。老同乡教他，晒背不是要你正中午顶着烈日去暴晒，那是会中暑伤身的。我们要采的是清晨7、8点或者傍晚4、5点的温和日经。第一天早晨，文彬阿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背对着初升的太阳。起初他只觉得热，背上开始冒出一层细细的汗，但渐渐的，当他闭上眼睛，试着让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变化。那金黄色的阳光仿佛带有一种穿透力，他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后颈缓缓注入，沿着脊椎一寸一寸地往下走，温暖了他原本僵硬酸痛的后背。随着汗水越流越多，他感觉到体内那些粘稠的、阴冷的、让人沉闷的浊气，正顺着汗水一点一滴地被排出体外。那一刻，文彬阿伯的脑海中浮现出弘一法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放下执念，方得自在。坐在阳光下，文彬阿伯突然眼眶一热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这半年来一直死死抱着过去主管的光环不放。他恐惧衰老，恐惧失去掌控权，这些执念就像他体内的业气一样，把他的心灵冻结了。而现在，这无私普照的晨光没有嫌弃他的苍老，也没有评判他的脾气，只是温柔而坚定地给予他能量。从那天起，文彬阿伯每天清晨都去晨光冥想，他不再把晒背当作一种任务，而是当作与天地对话的修行。在阳光下，他学会了接纳自己的老去，学会了感恩拥有的一切。奇迹似的，随着他体内的阳气越来越足，他的关节不痛了，走起路来脚步轻盈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脸上的戾气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慈祥平和的笑容。他会主动帮老伴做家事，会笑着跟孙子讲故事。孩子们发现，那个充满智慧、温暖如阳的爸爸又回来了，家里的笑声多了，好运和福气自然而然的就重新降临在这个家庭里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顺天时的力量。大暑这天，如果你觉得最近运气总是被卡住，身体总是沉甸甸的，不妨在清晨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背对着太阳，闭上眼睛，观想这天地间最纯净的光芒，洗涤你的身心，把那份笃定、温暖和自信深深地存进骨子里。正气足了，人就有底气，有了底气，好运自然会主动来敲门。透过晒背，我们把身体的浊气逼出去了，这叫修身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带着好不容易亮堂起来的磁场回到家里，面对的却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环境，或是遇到一点小事又忍不住破口大骂，那么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福报，很快又会在争吵和杂乱中消耗殆尽。这就引出了我们转运非常关键的第二步，也是很多老一辈人最容易忽略的生活细节，也就是第二招，境随心转居家，与心灵除秽，烧退贪嗔痴。大暑这个节气，天气热到极点，气温一高，我们人就容易觉得烦躁，失去耐心。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这股因为高温而引发的无明火，其实就是把我们潜意识里隐藏的嗔恨心给狠狠地逼出来了。
天气热，我们抱怨老天爷；冷气不冷，我们抱怨电器行；家人动作慢吞吞，我们更是忍不住破口大骂。你以为只是在发泄情绪吗？其实每一次的抱怨，每一次的动怒，都是在你的福气带上戳一个洞，让你的福报和财运悄悄地漏掉。我们常听人说要除晦，很多人以为除晦就是去庙里拿几张符水回来撒一撒，或者花大钱买什么开运摆件。其实真正的除晦是从打扫你的生活环境和清理你的心灵开始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讲讲菜市场里阿莲姐的故事。阿莲姐在市场里卖干货，大家都知道，夏天的传统市场，那个铁皮屋顶烤下来，里面简直就像个大蒸笼。前几年的大暑，阿莲姐的生意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更糟的是，她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。每天在市场里热得满身大汗，遇到客人挑三拣四，讨价还价，阿莲姐的脾气就上来了，买不起就不要买，摸来摸去都摸坏了，一句话就把客人全得罪光了。傍晚收摊，阿莲姐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她家就是一间狭小的老公寓，没有多余的隔间或装潢，本来空间就不大，还堆满了批发来的纸箱、乱丢的衣服，加上夏天闷热，一进门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。老公下班回来，看到家里乱糟糟的，晚餐也没着落，忍不住碎念了两句。这下子阿莲姐就像被点燃的炸药桶，扯着嗓门就吼：我每天在外面热得像狗一样赚钱，你回来只会出一张嘴，你以为我很闲吗？就这样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家里乌烟瘴气，连财神爷经过都不敢走进来。直到有一天，市场里来了一位常跟他买香菇的老法师。老法师看着阿莲姐眉头深锁，满脸戾气，叹了口气说：阿莲啊，你被2把火给烧着了，一把是天上的太阳，另一把是你心里的无名火，这2把火加在一起，把你的福报都烧干了。阿莲姐愣住了，连忙问法师该怎么办。法师笑着说：回去把家里打扫干净吧，扫地的时候不要只看着地上的灰尘，要看着你自己的心。那天晚上，阿莲姐破天荒地没有跟老公吵架，她拿起扫把开始清理那间拥挤的屋子。她把堆积如山的纸箱拿去回收，把散落的衣物折好，把蒙上灰尘的窗户擦得透亮。刚开始打扫时，她心里还是很烦，一边擦地一边滴汗，但她记着法师的话，每扫一下就在心里默念一句：扫去烦躁，扫去怨气。很神奇的，当地上变得干净，当桌面变得整洁，当夏夜的微风从擦干净的窗户吹进这个原本拥挤的房间时，阿莲姐突然觉得心里那股一直堵着的闷气，好像也跟着灰尘一起被清除了。虽然这只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公寓，但此刻却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与平静。老公洗完澡出来，看到焕然一新的家，原本要抱怨的话吞了回去，默默地去厨房切了一盘西瓜端出来，说了句：老婆，今天辛苦了，吃点西瓜退退火吧。那一刻，阿莲姐眼眶湿了，她突然明白，原来改变环境真的能改变人的心境，而心境变了，家里的磁场就彻底变了。隔天去市场，天气依然炎热，又遇到一个阿嬷为了5块钱跟她讨价还价。阿莲姐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起了昨晚那间干净通风的房间，心里的火气居然没有冒出来。她笑着对阿嬷说：阿嬷，天气这么热，你还出来买菜，真辛苦。这5块钱我不跟你计较，当作请你喝口凉水，下次还要再来光顾我。阿嬷听了笑得合不拢嘴，
不仅买了原来的东西，还多挑了2包干贝。周围的客人看到老板娘态度这么好，也都靠过来买。那天，阿莲姐提早了1个小时收摊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境随心转。大暑的高温，我们无法改变，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高温的态度。这几天，趁着阳气最旺的时候，请你动手整理一下家里的环境吧。不需要多么豪华的装潢，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、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。一边打扫，一边观想自己正在把你上半年的霉运、晦气、夫妻间的口角、对孩子的担忧，通通扫出门外。当你的环境干净了，你的心就静了，心静了，脾气就没了。你要记住，和气才能生财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一个不抱怨、不发脾气、干净整洁的人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，就是最强大的招财磁场。当我们透过晒被把身体的底气打好，透过打扫把环境的晦气清空之后，就等于是把一个原本漏水的福气袋给缝补得结结实实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主动出击，往这个袋子里装进源源不绝的好运。这也就是我们的第3招，大热天修慈悲静心，用微小布施撑起超强磁场。佛家有一句话说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你想想看，在春天微风徐徐的时候，你给人一杯水，人家可能喝一口就放着了。但是在这大暑天，气温飙破30几度，柏油路都快被烤化了，每个人、每只流浪动物都热得喘不过气。这个时候，你给出的一滴水，在宇宙能量的计算里，它的功德和福报胜过平常的一座金山。因为在极端的天气里，众生皆苦，越是在这种大家都不舒服、心浮气躁的时候，你如果能保持情绪的稳定，修一个静字，甚至还能伸出手去关怀别人，那你身上散发出来的磁场就会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亮得不得了。佛菩萨和财神爷在天上往下看，一眼就能看到你。这就是最强大的吸引力法则。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位林妈妈的故事。前几年遇到经济不景气，林妈妈那一年的大暑前后，可以说是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。30几岁的儿子辞职，失业在家已经快半年了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电动逃避现实。先生在传统工厂上班，公司最近也传出要大规模裁员的风声。先生每天下班回来都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林妈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掉眼泪，觉得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。她一辈子没做过坏事，为什么好运从来不眷顾他们家？她每天都在焦虑，房贷怎么办？下个月的菜钱在哪里？大暑那一天，天气热得像要吃人，林妈妈原本又要开始唉声叹气，突然她想起了在我们频道里听过的一句话，焦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它只会把你仅存的正能量给消耗光。她决定让自己静下来，她走到客厅的佛像前，点了一根线香，坐下来开始念心经，1遍、2遍、3遍，随着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的经文在心里流转。林妈妈突然觉得心里那个被恐惧揪紧的结慢慢松开了。她意识到，与其坐在那里担忧那些还没发生的灾难，不如趁现在去做点什么。念完经，林妈妈走到厨房，本来想倒杯冰水自己喝，这时她透过窗户看到巷子口有一只瘦弱的流浪黄狗，正趴在树荫下，热得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看起来快要脱水了。林妈妈心里一酸，悲悯之心油然而生。
他找了一个干净的旧塑胶盆，装了满满一盆凉水，轻手轻脚地端到门口的阴凉处。那只黄狗看到水，立刻摇着尾巴走过来，咕噜咕噜地喝了大半盆，然后抬起头，用那双纯净的眼睛看了林妈妈好久，仿佛在说谢谢。就在林妈妈转身要进门的时候，一辆物流货车停了下来。送货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防晒外套，满头大汗，连制服都湿透了，吃力地抱着一个大包裹走过来。林妈妈见状，赶紧转身进屋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镇过的运动饮料。签收包裹的时候，她把饮料递给送货的年轻人，笑着说：“年轻人，这大热天的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瓶水给你带着路上喝，要注意防晒，别中暑了哦。”那个送货的年轻人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眼眶竟然红了。他接过饮料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阿姨，谢谢你。我今天送错了2个件，被客户骂了半个小时。刚刚本来觉得撑不下去，想辞职回乡下了。你这瓶水救了我一命，谢谢你，祝你一生平安。”各位朋友，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这就是宇宙最不可思议的蝴蝶效应。林妈妈做这2件事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，但就在大暑过后的第2个礼拜，奇迹发生了。那位送货的年轻人负责配送的区域里有一间正在扩编的物流公司。年轻人因为林妈妈的那瓶水，重新振作了精神，工作特别卖力，跟物流公司的经理混熟了。聊天时，年轻人无意间提到林妈妈一家人的善良，以及林妈妈儿子目前失业的情况。刚好物流公司正在找有行政经验的主管，经理觉得家教这么好，孩子肯定也踏实，就主动请年轻人把林妈妈儿子的履历递过去。没想到一去面试，马上就被录取了。而林妈妈的先生因为家里气氛变好了，先生在公司面对裁员风暴时，表现出极高的情绪稳定度，不仅没有被裁员，反而被老板看中他的沉稳，提拔为产线的小组长。这就是微小不失的力量。大暑天，大家都在喊热，都在抱怨，这时候你只要付出一点点善意，那股正能量是会被无限放大的。这几天你不妨也试试看，不一定要捐很多钱，你可以像林妈妈一样，在家门口放盆水给流浪动物，或者买菜时多给卖菜的阿嬷一个真诚的微笑和一句你辛苦了。甚至在网络社群里看到别人陷入低潮时，留下一句温暖鼓励的话语。在极端天气里做这些事，能带给你的永远是一份最平静的力量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善举，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，甚至为你的子孙积攒无形的福报。当你把心量打开，不再只盯着自己的烦恼，而是愿意去体恤众生的苦楚时，你个人的磁场就会瞬间从小水沟变成广阔的大海，福气自然就会像百川汇流一样，源源不绝地涌入你的生命里。我们前面讲完了大暑转运的核心3招，但真正的修行与转运，不是让你每天坐在那里打坐空想，而是要踏踏实实地落实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当中。大暑这一天，宇宙的能量场大开，我们只要在生活的微小细节上顺应天时，稍微做一点点调整，就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，把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好运牢牢地锁在自己身上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食。大暑的开运食补，吃苦了苦。大家一想到大暑，第一反应肯定都是喝绿豆汤，吃仙草冰来消暑。这当然很好，但在大暑这天，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看，还有一样东西你非吃不可，那就是吃苦。没听错，
就是多吃苦瓜，或是泡杯莲子心茶来喝。为什么呢？佛家常说，人生有8苦，苦是修行的本质。大暑的高温特别容易让人心火旺盛，引发贪嗔痴里的无明怒火，甚至在外面容易跟人起冲突，造下口业。这时候吃点苦味，就是在帮我们降服这颗躁动的心，而从佛理上来说，这叫做吃苦了苦。我们今年上半年可能受了不少委屈，工作上吃了亏，或是为了家里的事情操碎了心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大暑这一天，你主动去吃点苦味的食物，在咬下苦瓜的那一瞬间，你在心里观想，我把这半年的苦都吃进肚子里消化掉了，那些不顺遂的业障也跟着消除了。这份苦吃完了，了结了，下半年迎来的自然就是化不开的甘甜与好运气。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转念？再来，我们说说大暑的颜色开运法，穿出亮堂的好磁场。很多长辈出门习惯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觉得耐脏显瘦，也不用烦恼怎么搭配。但是各位朋友，大暑这天，请你千万把黑衣服先收进衣柜里。大暑是纯阳之日，黑色的衣服在能量学上最容易吸收阴气和负面的沉重磁场。大热天穿一身黑，不仅身体吸热不舒服，还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暗沉沉的，没有生气。财神爷看见了都会绕道走。这一天，我建议大家穿上暖色系的衣服，像是淡淡的粉红色、温暖的橙色，或是明亮的黄色，这些都代表着强大的生命能量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颜色太鲜艳了，穿纯洁的白色也非常棒。白色代表清净无染，能反射掉一切外来的晦气。你穿得清清爽爽、亮亮堂堂，走出去就像一个发光体。好人缘和好贵人，自然而然就会被你的光芒给吸引过来。最后是我们每天居住的住，接引阳光入室，辞旧迎新接财气。大暑这天早晨，太阳刚出来，天气还没那么炎热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简单但威力无穷的动作，把家里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平时住在家里，夏天因为怕热，常常一整天都关着窗户吹冷气，空气只在屋子里循环，久了是不流动的，这在风水学上叫做死气。大暑清晨的空气带有天地间最强大的纯阳生机与朝气，你把窗户全打开，让这股新鲜的能量流动进来，就能把屋子里闷了一整晚的浊气、霉气，甚至是家人前几天吵架残留的负能量，通通给挤出去。这就叫做辞旧迎新，接引财气。一个通风良好、充满阳光与新鲜空气的家，住起来神清气爽，人不容易生病，思绪也会特别清晰。人顺了，这间房子自然就成了最聚财的风水宝地。把衣、食、住的小细节都打理好，我们自身的磁场就已经调整到了最强大的状态。但越是能量高涨的时候，我们越要懂得守成。在大暑这一天，还有3条绝对不能踩的红线，一旦犯了，好不容易积累的福报可能瞬间归零。禁忌1，忌在大暑这天争执怨愤，避免火气业障。天气一热，人的心跳加快，情绪本来就容易浮躁。大暑这天，天地间的火气最旺，这股火气很容易牵动我们内心的无明火。你要特别注意，这一天绝对不能跟人吵架，更不能在心里生闷气、起怨恨。这天的能量具有放大的效果，如果你跟人发生剧烈争执，这股愤怒与攻击的能量都会被成倍放大。弘一法师曾说，脾气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在纯阳之日发脾气，
在佛法里等于是种下了极深的火气业障。所以大暑这天，如果遇到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笑一笑，忍下来。你要知道，忍下这一时的脾气，你守住的是自己下半年的大好福气。禁忌2，忌过度贪凉，冷热交冲，严防寒邪入体。很多人觉得大暑天实在太热了，一回到家就打开冰箱猛灌冰水，或是满身大汗直接站在冷气出风口底下吹，这在养生和修行上可是大忌讳啊！大暑之日，阳气外附在我们的皮肤表面，这时候我们体内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空虚、非常虚寒的。大量饮用冰水，这叫冷热交冲，会直接导致寒邪入侵。在能量层面上，这等于是你亲手斩断了自己的阳气根基。寒气一旦在体内扎根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酸痛、生病，连身体这个修行的载体都漏水，快垮了。老天爷就算给你再多的财富和好运，你也载不动啊。所以天气再热，也请喝温开水，把身体顾好，才是顺应天道。禁忌3，忌随意搬家或动土，避免触动不稳磁场。节气更替之际，尤其是大暑这种能量达到顶峰的时刻，是宇宙间气场波动最剧烈的时候。这一天，我们讲究的是宜静不宜动，千万不要在这一天随意搬家动土，或是对家里的格局做出重大的改变。这就像是在风浪最大的时候开船出海，很容易触动到不稳定的磁场。最好的做法就是安安稳稳地待在熟悉的环境里，泡杯茶，念念经，保持内心的平静，稳住阵脚，才能平安过渡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心里会开始紧张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早上才刚跟老伴吵了一架，我是不是把下半年的福报都漏光了？大家先深呼吸，千万不要慌张，更不要陷入自责。弘一法师常说，万法唯心造，不小心犯了错，踩了禁忌，那都只是凡夫俗子正常的无心之过。如果你在大暑这天不小心踩了禁忌，请你跟着我做这4招补救心法，我们一样能把流失的福报给补回来。第一步，立即停止，诚心忏悔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刚刚发了脾气，第一步不是去争个输赢，而是立刻在心里踩刹车。你可以在心里默念这句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念完之后，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，对被你牵连的人说一声对不起。只要你愿意低头，愿意转念，原本混乱的磁场瞬间就会开始重新排列。第二步，盐水2次净化。如果你觉得心里还是毛毛的，你可以去厨房倒一碗清净的温开水，在这碗水里加入1小把我们煮菜用的盐巴。你拿一条干净的毛巾，沾一点这个盐水，轻轻擦拭一下自己的额头、双手，然后再把家里的大门门把擦一擦。这个动作就能洗去你刚刚不小心沾染到的晦气，让你的气场重新变得清净亮堂。第3步，加倍行善，补足阳气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因为贪凉或者生气，损耗了体内的正能量，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自己再去创造善念。我建议你在接下来的3天内，刻意去做一件好事，比如把准备买饮料的零钱捐给便利商店的零钱箱，或者是真诚地跟清洁人员说一句谢谢，你辛苦了。善的念头一动，你体内因为犯禁忌而产生的能量缺口，马上就会被这股强大的正能量给填补满。第4步，诵经定心。找个安静的时间，坐在家里，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，什么都不要想，
安安静静地诵读3遍心经，心平气和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最强大的防护罩。只要你的心定下来了，外面的天气再热，别人的脾气再差，都干扰不了你的好运气。刚刚听完这4招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解。没关系，我来跟各位讲讲住在南部的淑芳阿姨前2年在大暑这天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听完你就会知道，这转念的力量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。那一年大暑，天气闷热的，连树上的蝉都叫得有气无力。淑芳阿姨那天刚从菜市场提着大包小包回来，背上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浸湿。她一推开家门，走进客厅，原本期待能吹点冷气凉快一下，结果一抬头看到读国中的孙子正坐在沙发上打电动，桌上的冰红茶还不小心打翻了，黏哒哒的液体滴得满地都是。淑芳阿姨那一瞬间，心里的无名火轰的一下就烧了起来，她把菜篮重重地往地上一摔，扯着嗓门就开骂：我每天在外面忙得像陀螺一样，你在家冷气吹得这么爽，连杯饮料都拿不好，这家里面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牛做马吗？孙子被吓了一跳，赌气地回了2句嘴，砰地一声关上房门，把自己锁在里面。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只剩下冷气机运转的声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我们频道里讲过的大暑天际争执怨愤，发脾气会烧掉下半年的福报。我刚刚这脾气一发，不仅伤了孙子的心，是不是也把好运都给赶跑了？但淑芳阿姨没有一直陷在懊悔里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立刻用我们说的补救心法。她先走到观音菩萨的画像前，双手合十，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菩萨慈悲，我刚刚实在是太急躁了，我忏悔。就这短短几秒钟的第一步心法，他原本紧绷的肩膀奇迹般的放松了下来。接着他走进厨房，倒了一碗温开水，撒了一小把盐巴。他用干净的毛巾沾着这碗盐水，也就是第2步悟法补救，轻轻擦了擦自己的额头和双手，然后弯下腰，把刚刚被孙子弄脏的地板仔细擦干净，连孙子房间的门把也顺手擦了擦。说也神奇，这盐水一擦，这个原本充满火药味的客厅仿佛突然通风了一样，那股闷热烦躁的气息瞬间消散了。地擦完后，淑芳阿姨听到窗外传来一阵脚踏车的刹车声，她探头一看，是常在巷口捡回收的老伯伯，正热得满头大汗。阿姨二话不说，从冰箱拿了一瓶冰矿泉水，快步走到门外递给老伯伯，笑着说：阿伯，天气太热了，这水给你喝，小心中暑啊。老伯伯连连点头道谢。这就是他的第3步，加倍行善，补足阳气。回到家后，淑芳阿姨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静下心来，念了3遍心经，完成第4步，诵经定心。念着念着，她心里一片清凉，那些愤怒、焦虑全都不见了。你猜后来怎么着？孙子拿着扫把走出来，红着脸对阿姨说：阿嬷，对不起，下午是我态度不好，我来帮忙扫地。那一刻，淑芳阿姨眼眶微热，笑着摸了摸孙子的头。晚上，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突然打电话回来，说公司发了一笔意外的业绩奖金，下个月要带阿姨去吃大餐，换台新冰箱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补救心法的力量。犯了禁忌，发了脾气，真的不可怕。可怕的是，我们任由负能量蔓延。只要你愿意在当下转个念，用忏悔洗净内心，用盐水净化环境，用善行填补正气，
再用佛经安定心神，那原本可能引发大灾难的火气，就会被你化解于无形，甚至转化为推动好运的巨大能量。这支影片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把大暑转运的3招补救、11住行、3大禁忌，以及4招补救心法和淑芳阿姨的转运故事，全部完完整整地跟你交代完毕了。我知道这是一支很长很长的影片，你能耐心地听到这里，没有划开，没有快转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定力，更是一份难得的福报。在这节气交替、天地阳气最旺盛，但也最让人心浮气躁的大暑时节，我们讲了这么多借天火转运的方法，但归根结底，所有的好运和福气都离不开我们这颗心。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里，今天我也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荧幕前的你。法师说，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控制了你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大暑的高温，我们控制不了；天气要怎么变化，我们控制不了。如果我们硬要去抱怨天气热，硬要老天爷降温，那我们就会被天气控制，每天气呼呼的，眉头深锁。人生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大半辈子都在操心，想控制孩子的人生轨迹，想控制老伴的脾气，想控制存折里的数字永远往上涨。但是人世间的无常，就像这大暑的热浪一样，是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。我们越是想紧紧抓在手里，就越会被这些执念勒得喘不过气来。所以顺应天时，顺应无常，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我知道，坐在荧幕前的你，这大半年来真的辛苦了。在过去的这6个月里，或许你经历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，或许你正为了家庭的生计在外面顶着烈日奔波，或许你正独自面对着身体的病痛，又或许你明明付出了所有的爱与关心，却只换来家人的不谅解与冷言冷语。各位朋友，你受委屈了，请允许我透过这支影片给你一个深深的拥抱。请你相信，佛菩萨一直都在天上慈悲地看着你。你流过的每一滴眼泪，你咽下去的每一次委屈，你为家人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不是白费的。在佛法的因果里，这些都是在为你消业障。大暑天，老天爷用极端的高温来逼出我们体内的业气，而生命中的这些逆境，老天爷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逼出我们灵魂深处的坚韧，烧掉我们累生累世的业障。这一切的苦都不会白受。请把那些不甘心、那些焦虑、那些对未来的恐惧，通通留在这个大汗淋漓的夏天吧。当你学会放下，学会用慈悲的心去包容这世间的不完美，你会发现，大汗淋漓之后，必然是清爽通透的凉风。这段难熬的日子过去之后，必然是清凉自在、福报满满的下半年。你已经熬过了最难最热的时候，接下来一切只会越来越好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为我们自己，也为这世间所有正在受苦的众生结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善缘。宇宙间最强大的转运能量，从来都不是看日子、摆风水，而是千万人汇聚在一起的善念与祝福。当几万人、几十万人同时发出同一个美好的愿望时，这股正向的念力足以穿透一切阴霾，形成一个超强的祈福磁场。现在，请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写下这句祈福语：愿借天地纯阳之气，扫尽一切阴霾，下半年平安顺遂。如果你身边有身体不好的家人，或者正在面临考试、找工作的孩子，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他们的名字，为他们祈福。比如说，
愿借天地纯阳之气，保佑我的儿子找工作顺利，或者保佑我的母亲身体健康，远离病痛。当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不仅是在为自己祈祷，你也同时参与了我们这个拥有100万善念的强大磁场。每一个点进留言区的人，看到你的善言，都会在心里为你随喜赞叹，而你也会得到千万人的祝福回向。这就是最简单却也最强大的微小布施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心里感到平静与温暖，恳请你动动手指，帮我们按下订阅与喜欢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的亲朋好友。你的每一个订阅与分享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也是在传递一份善念。感恩大家耐心的陪伴，感恩你与我们共同结下的这份善缘。愿大暑的纯阳之火为你烧去一切烦恼，迎来无尽的光明与喜乐。这里是你的心灵充电站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阿弥陀佛。